我是 Everybody， 我是你们 Kevin Jian，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来实测 QI10的3号木杆以及小鸡推这两只最新出的杉木和小鸡推，究竟打起来易打性如何，然后打出来的数据会怎么样？我们今天测试的都是 Max 版本，没错。那等一下呢，我们就会去简单的打个几颗，然后呢看一下它的数据怎么样。我们就不跟其他的做对比，我们就单纯看它自己本身的数据。我们就只有低差点选手跟高差点球友的对比。对，所以中阶的球友呢，就自己判断一下自己是低差点还是高阶球友。好，我们刚才实测看看。第一次看到它 Max 版本的，跟我之前打的杉木比起来，它的头看起来很扁，我觉得看起来很会飞。对球友来讲，应该是比较容易出现起飞的这种状态，因为杉木它其实最关键的点就是要把球打飞起来。听起来有点像干话。哪一支杆子不是啊？是那么直的吗？它的这个头就会让我看起来会打很直，但距离就没有像我自己那种头比较厚的那种飞那么远。可是这就是跟那个 driver 的款式一样，就是大家要取舍，你要降后旋还是你要可能让球会稳定一点。哎呦，很直哎。而且很易打，我觉得相当易打。多易打？就是它很容易打飞起来，我会觉得不会摆下去的时候，让我感觉它会飞不起来，滚地球那种。那像一般的杉木，其实那个头很厚的时候，尤其你在下场，会觉得摆下去就有点怕怕的。但这个就会感觉好像它的头是扁，这样那球是这么大颗的感觉。所以我好像很容易可以打到它下面，让它飞上去。那一般的感觉会像这样，然后呢，好像会球没打准，好像就会滚下去。懂你意思。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以挑3号木，我其实会比较喜欢打这种，就是比较安全，至少我只要打飞，它就有一个256这样子的距离。反而我打那个虽然可能会到300，但也许打起来没有那么顺利。很稳定哎。对啊，落点比我的切杆还要密集耶。而且距离也不会像想象中那么差。我们是打3颗就可以。打3颗就可以了吗？不好意思，太好打了。好了，第2名选手上场。主要是我平常是没有杉木的。对，那你打起来你没有一个本身自己的感受上对比。对。没关系，那你就。重点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打。那他如果够好打，就表示。应该说，你如果打得够好，就表示它够好打。飞很高呢。很高嘞。但是它那个头是不是摆下去会让你觉得看起来很好打？对。就扁扁这样子。小鸡腿打法。滚得相当远。但你看，像你这个失击球，它也没有，就真的滚地滚得很严重，然后它还有点起飞起来。还是有点起飞的吗？那要是厚的那种，真的就是朝上飞了。中了，好球而且很直其实不错。我刚刚自己打针也是觉得蛮好。打感很好。来看一下比对数据。好，刚刚我们打完之后，数据有点出乎意料，
大家有看到球速和我们的球速是差很多，落差很大的。那后面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后面这几个发射角度和倒旋，这两个我们几乎是算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所以事实证明怎么样？这支杆子给一般的业余球友打，也能打出职业的效果，相当惊人。你就知道它的易打性有多高。那唯一我们差的比较多，当然就是勋哥的杆面回正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它的杆面回正角度在3.6，那我在0.4，所以我们的球路上就会有一点点的落差。可是前面这两个数据真的很惊人，因为里面它还有一颗是打那种 top 的平飞球，结果它平均下来的数值还是跟我的发射角度一样的，所以可见这杆头它是编的，让你的起飞角度还是有增加不少。距离也不用特别讲，其实就是球速和那个杆头速度的差异。那我们就看下一页的数据，再次颠覆了大家，击球效率竟然是他比我还要好，他居然效率到了1.41，还高我0.01，蛮意外的。但就是像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杆头速度的差异，因为本身会有速度不同，所以创造出来的距离就不一样。其他方面，表现的其实都还算不错，就是都要看你个人的动作去表示的。所以最简单的看刚那几个数据下来，还蛮惊人的，就是可以发挥出一样的效果，不管是发射角度或者是倒旋，都可以出现相当漂亮的数字。那就只落差在它再把杆头速度提升，球速就自然的会再提升，那距离就会再拉出来了。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小鸡腿是不是有一样效果。那这支它是3号20度的小鸡腿，搭配原厂60S 杆身，整支拿起来的感觉比刚刚的3号木还要再沉的感觉多一点。易打性也是相当的高，我觉得要打飞也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它不会，因为它的设计就是 Max 款，所以它的杆头不是很小很扁的那种。而且20度就可以达到255嘞，已经快接近刚刚的3号木。稍微拉到，但方向性就没有像刚刚3木来的那么好。3木刚摆下去就会让我觉得可以打很直，鸡腿的话就没有特别那种感受。也可能因为我平常都打2铁习惯，所以小鸡腿没有让我有一个自己可以去对比跟原先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好，赶快让群哥打看。好，试试看。小鸡腿感觉就是设计给我这种球友用。这种是哪种？要讲清楚。3轮车。好走。小勾。打感怎么样？很轻，很轻，因为它是60S，然后我自己是打80S，对，所以那真的会很轻哦，需要适应一下。适应的很快欸。然后打有点高，是不是有点？还好，还 OK。都勾比较多哎。对啊。本身问题吗？还是球杆自己的感觉？讲真的，我不知道，我打一颗我自己的看看。这一杆就是决定了它到底好不好打的关键哦。是吗？对。好。它好打。但打得比较直，可是我觉得跟杆身那个重量有差，
哦，因为这个杆身比较重，所以你比较没有办法勾那么多。哦，对，多少会有影响。哦，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数据比对。好了，测试完 QY10 Max Rescue 小鸡腿，在我身上其实数据没有很明显的一些变化，就是稳定的发挥。那因为我本身也没有打小鸡腿，所以我的感受度也没有特别的强烈对比。那在勋哥身上发生了惊人的事情，如同上一集我们在 Driver 那集提到，他在 LS 版本竟然是打出了比较好的效果。那他今天在3号木和小鸡腿当中，结果发挥最好的居然是3号木，可见其实那个3号木的易打性是真的很高，才可以让他在3木我们之前有提到球袋中最难打的杆子，他竟然发挥出了这么好的效率和完美的一些出球角度倒旋。完美是因为跟你一样，所以完美吗？对，以我当标准。以你当标准吗？对，可能杆身对你来说重量跟你原先习惯的可能是不同的。对啊，轻了20。对，那对我来讲，因为我可以调试嘛，我可以比较快的去做一个变化，所以我比较没有差别。倒旋会蛮低的，但这是正常，因为你刚刚有2球都盖掉比较多。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有可能是因为杆身的重量让你会比较容易有翻的这个状况出现，那就出现了这种失误球。可是打杆的话，我是觉得触感也还是不错的，不会说特别让我惊艳或者说怎么样，但是3木真的有惊艳到。3木真的好好打。3木是真的惊艳到。我们也来看一下下一页的球杆数据。再次发生了惊人的事情，各位朋友，各位家人们，黄色的点是勋哥打的点，蓝色的是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打到很中间，他打的击球点比我还要更靠近甜蜜点，但我效率比你还低。对，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你的杆面回正是比较关闭的，所以击到的点可能会刚好转到正，你的杆面刚好回正，然后打到中间点，可是打出来的效率可能就没那么好，因为你的杆面不是方正的去打到，只是刚好打到的点是在中间，懂我意思吗？对，因为我是-3.9。对，就是你是盖的，然后刚好打到中间点，那个效率可能就没那么好。其他方面，这一页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他盖着就居然还打到了甜蜜点。最惊人的果然还是3号木 QI10 Max 版。刚实测完了 QI10 的3号木和 Rescue， 2只都是 Max 版，然后都是搭配原厂杆身。那实测出来，发现了3号木竟然会很适合勋哥。原来他是一个该拥有3号木的业余球友。没错。那其实小鸡腿也是个必备啊，因为毕竟2支杆它算是不同的属性，那打出来的距离也不同，所以没有办法说你要选哪一支。我们今天就是实测给大家看说，它的3号木是好打。那因为在选择上面，你没有说木杆里面，你不用说一定全部都要同一个牌子，除非你有一个喜好，不然就是可以自己找你适合的杆子。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个人推荐我会推荐这个3号木。这3号木真的蛮推的。对，因为连我自己在打，我都觉得易打性很高。而且我是没有3号木的。对，你等于平常没有在练这个杆，然后对啊，第一次给你打，然后你就可以发挥出它的效果，真的很不错。它的起飞脚太惊人了，易打性太惊人了。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更好？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来看看，究竟是 TaylorMade 的3号木比较好打，还是卡哈威的3号木比较好打？到时候再为大家揭晓。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是你们的 Kevin J， 下期见。感谢大户人家赞助播出。